让你这样的人进门，简直是我周家的耻辱。婚礼由雨堂代替你参加，你要实在想上台，就负责帮雨堂提裙摆。姐姐放心，我只是帮你婚礼上台，领证的人还是你。苏雨堂，都什么年代了，还上赶着给人做小，这事儿，周建安知道吗？谁给你的胆子叫你爸爸的大名？婚还没结呢，他算哪门子的爸？况且你家正在建的酒店，没我可建不成。身上稍微沾点土，就把自己当工地一把手了，真是搞笑。继续给雨堂化妆，这婚纱在咱们申城还是第一次见呢。我周家的这场婚礼一定会轰动整个申城。抢别人东西之前，不先看看合不合身吗？那婚纱是我按照我的尺寸亲自设计的。答应和周家的婚事，除了老师念叨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创办的服装公司打算推出婚纱品牌。服装生意是我高考结束那个暑假开始做的，当时只是想赚点学费，没想到越做越大。如今云商已经成了申城时尚的引领标。前不久，我偶然看到海外的婚纱，萌生了设计婚纱的理念。眼下，我打算从我的婚礼开始，让女性逐渐接受穿婚纱举办婚礼。可是，这婚纱穿在苏雨堂身上，效果打了一半折扣。我自然不会让我的产品就如此面世。是大了点儿，一会儿让裁缝过来缝2针就行。我说，有没有可能这婚纱是我的个人财产？果然是乡下来的泥腿子，真是小家子气，一套破衣服而已，真当个宝贝了。真是委屈我家雨堂了，一个泥腿子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让你周叔叔下了死命令，非他不可。不过雨堂你放心，我心中的儿媳只有你一个。要不你们先把婚纱还给我再煽情呢？姐姐，我是带你参加婚礼，我穿的好看，你脸上也有光不是？我的脸面还不需要你帮我挣。脱不脱？不脱我帮你脱。不就是一套破婚纱，还是纯白的坏死了！要不是没有别的婚服，你真当我愿意穿？你放开！放开我！别扯不要！干什么呢？明远哥哥，他要扒我的衣服。原来他就是周明远，我老师口中那个长相周正、人品敦厚的周家独子。看来那老头的消息也有不准的时候。你既已有女友，不该答应同我结婚。她不是我女友。女友也好，红颜也罢，我都不接受。我要退婚。这婚纱是我自己做的，请你让你的好友脱下来。你要退婚？是。我们周家可是申城首富，我是周家独子，你推了这门婚事，绝对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了。我宁可独身一辈子，也不嫁你这种人。周家之前是做货运的，赚了点钱，现在转向房地产，也是因为货运没那么赚钱了。现如今所有的资产都砸在了房地产上，他们家的现金流不一定有我多。拿好你的破婚纱，赶紧滚！以后离明远哥哥远一点。放心，没人跟你抢男人。果然，我镶嵌了一圈粉色翡翠不见了。我花了重金打造，上面镶嵌的翡翠全是真的。这上面的翡翠呢？我哪知道？你不会是想讹人吧？谁会在衣服上镶翡翠啊？没事，刚丢不久，民警肯定找得到。不行，不能报警。为什么？报警最快也最公正。你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外面都是宾客不说，你爸还在接待贵客。季怀金，你知道吗？他也来参加你的婚礼。季老先生也来了。老头到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怎么，被季老先生的名头吓到了？后悔退婚了吗？
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丢的那几块破玻璃报个价吧，今天我吃点亏，补给你。也行，6万。6万？你穷疯了！那还是报警吧。就这么多，别得寸进尺，我可不会赔第二次。再不减，可没有了。好，真是太好了！没想到周建安那么敦厚的一个人，竟然养出一个这样的儿子。我想我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和玉兰酒店的合作。我不认为周家有你这样的继承人能撑过2代，简直浪费我的设计。还考虑和我们周家的合作？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一个破搬砖的，我们周家还不用你呢，还敢诅咒我们周家破产？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你这是要讹人吗？我根本没时间，你赶紧起来！这是怎么了？季老，我家这新媳妇儿乡下来的，不懂规矩，让您看笑话了。怎么说话的？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周公子替他的红颜陪我婚纱呢。哥，还是个八宝男，谁知道他从哪儿买来的破婚纱，质量那么差，雨堂才穿一会儿，上面的玻璃就掉了，还闹着要讹人。之下的婚纱，他为什么会穿？而且，你知不知道这是云商推出的首套婚纱，上面怎么可能镶玻璃？不可能！刚才这乡下丫头说了，这衣服是她自己做的，怎么可能是云商的新品？因为他就是云商背后的老板。就她，云商可是能引领深城潮流的女装店，背后老板怎么可能是这种不修边幅的人？知夏丫头，跟老师走。你这个儿子养的实在是太差了，你是怎么好意思在我面前夸下海口的？你真是云庄的老板，还是季老的徒弟？所以你就是帮我家酒店拉来无数投资的建筑设计师。我今天之所以来晚了，就是因为玉兰酒店的工程出了点问题。我不同意你退婚。我要退婚，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同不同意？之夏，我退婚的事免谈，现在最重要的事儿，我这裙子上的翡翠去哪儿了？这上面的翡翠是真的，你别在这危言耸听。不然呢？你当我和你一样，用玻璃来糊弄人？之夏，这上面镶嵌的是什么翡翠？腰线一圈，采用的是云庄特有的苏绣双面缝高法，一共镶嵌了粉色翡翠36颗。现在这上面少了21颗，在这个年代，这个涉案金额足够进去判刑了。你看着我干什么？我没拿，谁知道是不是你带过来的时候就少了几颗？你没拿，那这事情可就更严重了。既然我们2家都要退婚了，那更该报警了。敢在你们深城仿佛对周家的婚宴上公然偷盗，这贼也太猖狂了。这要是传出去，周家的治安和名声怕是要一落千丈。哎呦，少了几十颗真翡翠啊，这可不是小数说。要是真的，那报警确实应该。周家这婚礼办的真是贼喊捉贼了。等一下，别播！天哪，真在他包里！刚才还口口声声说没拿，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偷就是偷嘛！穿人家的婚纱上台就算了，居然还动手拆人家婚纱上的真翡翠，真是不要脸！就是看着柔柔弱弱的，手脚居然这么不干净。不是我拆的，真不是我拆的，是我穿这件婚纱的时候，他们自己掉下来的。我以为就是普通的玻璃珠子，觉得挺好看的，怕丢了可惜，就暂时装在包里了。姐姐，你相信我啊！掉下来的。苏雨堂，你看看这丝线的断面如此整齐清晰，明显是被人用剪子故意剪断的。难道这翡翠自己会长腿，自己剪断了线，跑进你包里的？明远哥哥，你要信我啊！真的不是我主动去捡的，真的是他们自己掉的。明远哥哥，雨堂，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们周家拿你当闺女看，你居然做出这种下三滥的
这么说我？之夏啊，这都是误会。你看看，大家都是一家人。雨堂这孩子和年纪小，没见过世面，一时糊涂，不懂事儿。你看看，我们两家马上就要办婚礼结亲了，咱就别跟他一个小丫头子计较了，好不好？哎，怪我，都怪我之前没了解清楚状况。我是真没想到，我们周家的儿媳妇居然这么能干，又是大名鼎鼎的云商老板，又是设计界泰斗季老先生的得意门生。明远能娶到你这么有本事的姑娘，那真是我们老周家祖上积了德，是我们周家天大的福气呀！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你们周家的这份福气，我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可消受不起。阿姨，您怎么能这样出卖我？您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您不是口口声声说过您这辈子只认我一个儿媳妇吗？你说过这种话？怎么可能？既然你别听这个小偷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我根本没说过。你撒谎！你之前明明拉着我的手说，顾之夏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土包子，你还说今天只要我穿上这身婚纱，在台上和明远哥哥走完仪式，明远哥哥就永远是我的了。你给我闭嘴！你这个满嘴谎言的小偷！自己偷了东西想坐牢，别拉上我们周家！我怎么可能让一个小偷进我们周家的大门？之夏，你看看，刚才都是阿姨一时糊涂。像你这样有本事的姑娘，那才是真正有能力的。我们周家也只有你这样的，才配当我们老周家的儿媳妇。明远，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过来给之夏赔礼道歉！不好意思，我对当你们周家的儿媳不感兴趣。之夏，你别说气话，这婚姻大事……闭嘴！嫌丢人丢的还不够吗？之夏，今天这件事情千错万错，都是我们周家不对，是我们没有管教好下人，也没教育好儿子。但是这两家的婚事成不了，咱们之前谈好的玉兰酒店项目合作还是可以继续的，你说呢？看吧，他急了，没有这姑娘的设计和投资，他那酒店就是个空壳子。可不是吗？周总这是在求人家呢。之夏，只要你愿意继续留在项目组，你想要什么补偿，我们都可以谈，不管是股份、资金还是别的条件，只要我们周家拿得出，我绝不含糊。周总，我不认为你们家未来的发展值得我继续投入心血。我做设计不是为了给谁撑面子，更不是为了给没有担当的人粉饰太平。我想要我的作品在未来能够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地标。我绝对不允许我的作品最终毁在一个根本不懂得尊重、更不懂得责任的继承人手里。之夏，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愿意留下，我们周家一定全力配合，绝对不会让你的设计白白浪费。天哪，周总居然给他弯腰鞠躬了，能不低头吗？那可是季老的徒弟，没了他，周家去哪找这种规格的设计师？爸，你干什么呢？你给他鞠躬？他不就一个小小的设计师吗？也配让你对他低头？咱们周家有的是钱，没了他，我们难道还找不到别的人来设计？闭嘴！这么多人都在门口看着呢，我们周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你让我以后在申城还是怎么混？我问你，是面子重要，还是我们周家的生意重要？我还就不信了，没了他，咱们家的生意还能当成垮了不成？之夏，走。好的，老师。季老，您听我解释。一个家族想要长久昌盛，对下一代的教育，往往比赚多少钱都重要。你打我！你为了一个村妇打我！你再给我多说一句，我今天就让你立刻滚出周家，以后1分钱也别想拿到。周叔叔，您别怪明远哥哥，明远哥哥刚才也是为了咱们周家的面子和名声考虑啊，您别打他了。滚！我们周家的大门永远不欢迎你这种手脚不干净的人，立刻给我滚出去！周叔叔，您不能这样，今天这么一闹，全申城的人都看到我穿婚纱了，我的名声已经全毁了。明远哥哥再不娶我，我还能嫁给谁啊？那是你自找的。我告诉你，明远就算这辈子打光棍，一辈子不娶，也绝对不会娶你这种小偷进门。明远哥哥，你说话呀！你快跟周叔叔说说，你最爱的是我，你说句话呀！雨堂，要不你先走吧。你也赶我走，周明远，你是个懦夫！酒店这边的方案调整，怕是来不及了。今天召集大家，只宣布一件事：我不再担任玉兰酒店的建筑设计师。顾总，这怎么行？
图纸都走到一半了，这时候退出，之前的地基核验、结构规划全得重来。是啊，顾总，这个项目我们跟了整整3个月，大家都熬了多少个通宵？现在放手，大家的心血不就全白费了？你还记得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最初目的吗？记得，做行业标杆，屹立100年，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我之前答应合作，也是看周建安做生意讲究，为人敦厚。我曾想当然的以为和周家的合作能够长远，可我今天在婚礼上见了他的独子周明远，一言难尽。一个狂妄自大、毫无担当，甚至连最基本的尊重和柔法都做不到的人，就是周家未来的继承人。周家的100年基业，早晚我会毁在周明远手里。我不想到时候我们整个团队的心血，被他这种人随意践踏，当成炫耀的资本。顾总，这已经是今天第10个打来询问的投资商了，他们都在问您是不是真的退出了玉兰酒店项目。直接告诉他们，是的，我们顾总已经正式退出。好，再见。顾总得到您的肯定答复后，李总、王总他们已经纷纷表态，立刻退出项目。知道了。宋建刚，出来还钱！没有顾之夏，你的破酒店连工都停了，你拿什么付我们的材料费？这是欠了多少钱啊？听说是周家的酒店停工了。之夏，周建安今天下午往我这儿打了不下20个电话，甚至亲自求到我门上来了。老师，您接了？他托我给你传个话，只要你肯回去，什么条件都能答应。你真打算不管了？老师，连你也觉得我该管？哼，我只是怕你年轻心软，被周建安那副老实相给骗了。那老师您可小瞧我了，我的心硬着呢。李总，您再考虑考虑，咱们之前不是都谈好了吗？只要这笔资金到账，玉兰酒店的设计就能……周总，不是我不帮这个忙，你这酒店投资有多大，你自己心里清楚。如今顾总不在了，谁能保证这楼盖出来能成为标志？能不能回本都是个未知数。没有顾总坐镇，这项目谁敢投？顾总，玉兰酒店那个无底洞，我们已经撤资了。就是啊，顾总，大家都想知道您这下一个项目打算做什么，跟我们透透口风呗，也让我们这些老朋友跟着您后面喝口汤。我目前没有替任何公司做建筑设计的打算。顾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您不做建筑了？顾总，外面那些人传的太难听了，您看看这些小报。都传我什么了？说来听听。他们说您被周家退婚之后心灰意冷，连项目都不敢接了。还有人说您是怕得罪了周家，在深州混不下去才当了缩头乌龟。最过分的是，那些根本不懂建筑的家伙，居然说您一个女人进房地产，之前能成全靠碰运气，现在运气用光了就露馅了。顾总，要不要我立刻联系媒体发个声明澄清？发声明？为什么要发？可是他们这样朝您身上泼脏水，咱们公司的名誉……不用管他们，舆论捧得越高，摔得越惨。现在他们骂得有多欢，过几天的巴掌打在脸上就有多疼。放任他们传，因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李总，您再考虑考虑，我们玉兰酒店真的只是暂时遇到了一点资金困难，只要您的款项一到，工程马上就能复工。周少，我今天来是参加峰会的，还有别的事儿，失陪了。李总，我先干为敬，您给个面子。明远哥哥，慢点喝，你没事吧？天哪，那是谁？这也太美了吧！沈之夏，你穿成这样来干什么？怎么，不会是接不到项目要破产了，跑来这峰会上恨嫁，想钓个金龟婿吧？你装什么清高？这可是行业峰会，来的人都穿正装，你穿个婚纱跑进来，也不嫌丢人现眼。之夏，之夏，只要你现在肯低个头，向我妈认个错，咱们2家的婚约依然可以继续。明远，你疯了！你答应过要娶我的。宇航，听话别闹。顾总，大厅那边已经准备好了，马上轮到您上台发言了。他上台，就凭他上去干他自己，还是推销这件没人要的破衣服？接下来有请云窗创始人、玉兰大酒店前总设计师顾之夏女士上台发言。苏小姐，
顾总身上这件高定婚纱，上面镶嵌的每一颗粉色翡翠都是真的，整件衣服价值6位数。要是踩坏了，你赔得起吗？这就是那个传闻中被周家退了婚的顾设计师，看他这副样子，哪有一点心灰意冷的样子？前段时间，很多人在背后问我为什么会突然离开玉兰酒店，也有不少人在传说我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做建筑设计了。今天，我坐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从今天起，我不再替任何别人打工，我要自己当资本。我将亲自投资，建设深城第一栋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商业住宅。它不是以往按资历分配的单位分房，不是鱼龙混杂的大集院，更不是3代人挤在一起连翻身都困难的老房子。它是给新婚夫妻单独住的温馨小家，是给所有老人独自养老的宁静庇护所。我今天之所以穿这件礼服来，就是要亲口告诉在座的每一位，生活不一定非要循规蹈矩，只有勇于打破那些陈旧的常规，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拥抱，去迎接这个崭新的时代。顾总，您说的这个商业住宅项目，我们能不能投？算我一个。顾总，我们公司出2000万，资金明年一早就能划到您的账上。销售这块我有最尖的人脉和渠道，您点投，后期的销售全包在我身上。顾总，我们钢材厂愿意在市场价的基础上再让利10%，只求能跟您合作。瞧见没？周家那位少爷脸都绿了。之前他求人投资，跟求神拜佛似的，现在人家求着我们顾总送钱。呸！有什么了不起？明远哥哥，你看着吧，谁知道他背后招待了哪个有钱的大老板，才换来今天这个上台吹牛的机会。招待老板真的有用吗？明远哥哥，你别这样，你是不是还在为咱们家玉兰酒店投资的事情发愁啊？玉堂，你老实告诉我，你真的什么都愿意为了我去做吗？当然了，为了你，为了咱们的未来，我什么都愿意做。玉堂，你真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周乾安那个老不死的不让我进门又怎么样？只要拿捏住了明远哥哥，这周家早晚是明远哥哥说了算。明远哥哥，是你吗？玉堂，1周后有个重要的饭局，带你去见一个刚来深城的港商林总。你把底子收拾干净点，打扮得漂亮一些。真的吗？明远哥哥，你终于要带我见你的大客户了。这次投资对我家至关重要，记住了，必须打扮得体，不能丢了我的面子。你放心，明远哥哥，我绝对不会的，我一定会是全场最漂亮的那个。苏小姐，今天怎么感觉你气色有些差？这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你懂什么？我这1周都没敢吃晚饭，硬生生饿瘦了5斤，就是为了穿衣服显身材。怪不得呢，不过您这身材已经够好了。今天要见的人非同一般，那可是从港城来的大富商林总。明远哥哥特意嘱咐我的，要带我正式亮相。那看来苏小姐是要嫁入豪门当少奶奶了。那是自然，等明远哥哥拉到这笔投资，周家早晚是明远哥哥说了算。那个沈之夏算什么东西？到头来，明远哥哥身边站着的人还不是我。哎呀，周少，这位就是你电话里说的那位红颜知己，真是漂亮，太漂亮了。林总好。宇航，别不懂规矩，今天林总能来是给面子，你先敬林总一杯。明远哥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酒量不好的，这一杯下去我肯定醉了。乖，别在这时候扫兴，要是把林总惹不高兴了，你承担得起后果吗？苏小姐是不给面子喽，在港城可没有美女拒绝我林某人敬酒的。林总，我敬你。好，痛快，再来。明远哥哥，我真的不能再喝了，头好晕。就差最后一点了，林总马上就要点头了，只要林总高兴，玉兰酒店就有救了。那我们呢？你之前说的事情还算数吗？傻瓜，只要这个项目活了，周家渡过难关，我立刻就娶你进门。电话，把这杯喝了。明远哥哥，你说过的要娶我，你可不能骗我。明远哥哥，你不留下来陪我吗？你要去哪儿？玉堂，你之前在峰会上说过的，为了我，你什么都愿意做，对吧？你什么意思？周明远，你想干什么？就这一次，只要把林总应酬好了，我的投资就到手了。周明远，你不是人，你把话说清楚，你回来！周明远，你开门，放我出去！你回来！知夏丫头，从我收你当徒弟那天起，
我就猜到早晚会有今天。你这丫头骨子里有股韧劲儿，绝对不会甘愿一辈子给别人打工的。老师，多亏了您的教导，要不是您当初逼着我多看多学，我今天也撑不起这么大的盘子。那是你自己的造化。去吧，今天你是主角。哟，这不是周大少吗？你家那动静闹得可不小，玉兰酒店的投资拉到了，今天居然还有闲心来给顾总捧场。拉个投资而已，对我们周家来说还不是洒洒水的事儿。是吗？我可听说你们家之前的投资商全跑光了，现在工地上连个鬼影都没有。你们不投，有的是有眼光的港商抢着投。我告诉你们，人家港城的大老板昨天就跟我签了意向书。港商？哪个港商啊？周晓说出来，让我们开开眼界呗。林冠华听过吗？那可是身家过亿的大富豪。林冠华，这位周少，我们港城富豪圈子那么大，稍微有点名气的人我都认识，但这个林冠华，我怎么从来没听过？怎么可能？林总明明是从港城坐飛機過嚟的，他的派頭和助理我都親眼見過，絕對不可能有假。周相義不能只看派頭，我只問你一句，你口中那位林總，他的投資款到賬了嗎？哎，你聽說了嗎？周明遠為了搭上那個港商，把自己那個沒過門的女友都拋棄了。真的假的？那要是這個港商是個騙子，周家豈不是雞飛蛋打，人財兩空？誰說不是呢？連女朋友都搭進去了，要是錢沒拿到，這帽子戴的可真夠冤的。周少，真要是假的，你趕緊給他打個電話確認一下啊！別到時候真的是人財兩空，成了全省城的笑柄。不可能，他絕對不可能騙我。周明遠是哪位？我是，怎麼了？有人舉報你涉嫌違法犯罪，請跟我們走一趟，配合調查。我沒有，我是守法公民。是誰？到底是誰舉報的我？林总，你快跟民警解释啊！你跟他们说，我们只是正常的商业投资合作。民警同志，就是他，就是这个人。他为了让我给他的悦兰酒店投资，天天请我喝酒，把我灌醉。我是被他诱惑的。你这个骗子，你居然摆我一道！民警同志，我可以作证，就是周明远为了拉投资强迫我。我这里有当天周明远哄骗我的录音。苏宇航，你这个贱人，你居然敢害我！我是周家独子，我爸会救我的，我爸一定会花钱把我保出去的。民警同志，我儿子呢？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我们周家有的是钱，我们要保释他。保释？周明远涉嫌设局强迫妇女，受害者苏玉堂已经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和录音，现在案子已经定性，不接受保释。建安，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建安，你醒醒啊！建安，快来人啊！叫救护车！顾总，这已经是今天早上的第4个了。前台那边说还是周家那边打过来的。挂掉。顾总，外面现在传得沸沸扬扬，听说自周明远被拘留后，周家的那些合作伙伴全都连夜撤了资，整个周家现在撤成了一锅粥。周太太这2天几乎把我们公司的前台电话给打爆了。玉兰酒店的工程彻底停工了，停了有10几天了，材料商天天在他们公司总部大门口堵着，听说连警车都去了好几趟。知道了，去准备开会吧。知夏，周太太有事。知夏，我想求你。玉兰酒店建了一半，就那么死死的停在那里，停工1天就是1天的钱，那利息我们周家根本背不起。现在建安还在医院里躺着，重症监护室每天都在烧钱，明远又在里面出了事。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投资商全都撤资了，材料商天天堵在公司大门口，我们家大门都被砸烂了。知夏，我们周家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知道是我当初瞎了眼，是我错把榆木当珍珠，我不该看不起你。知夏，我求你接手玉兰酒店。建安，他还躺在医院里等着钱救命啊！我知道我跪也没用，可我现在除了给你跪下，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都是我的错，是我把明远养成那个样子，我该赎罪，是我活该。想求求你，只要你肯接手玉兰酒店，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要我接手可以，但我有条件。你说，只要我们能办到，什么条件都行。我要玉兰酒店的全部决策权，设计、施工、招商、运营这些全部都归我管。周家以后只保留年终分红的权利，绝对不能插手酒店的任何管理事业。全部归你？那我们周家还有，周明远以后绝对不能以周家继承人的身份参与任何项目。
他已经毁了周家，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继承人了。那就开始走合同。你不用谢我，我并不是为了帮你们周家，我只是舍不得我的作品毁在你们周家的愚蠢手里。之夏是我，合同我已经带回去了。建安他今天早上醒过来了，醒了就好。医生怎么说？医生说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命保住了。见监老看到合同跟我说，周家欠你一句对不起，当初是我们糊涂，名媛让他好好养病吧。之夏，你真的不能。周太太，道歉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合同既然签了，玉兰酒店此后跟周家除了分红，再无别的干系。我知道了。顾总，您可算来了，这合同签了，大家伙都等着开工。可是这停工时间太长了，之前周少管着的时候，施工记录有点乱。您看，是不是有几处关键节点得重新核认一下？不是有几处，是所有停工区域全查。全查？顾总，您这话说的轻巧，这楼都建到5层了，要是全查，光是无损检测和重新测绘就得花掉多少时间？就是啊，这大热天的，重查一遍不是折腾人吗？女人懂什么工程，瞎指挥。顾总，上面给的工期可没变，要是按您说的全查，这进度根本赶不上，耽误了工期，这责任谁担得起？我问你，你要工期还是要命？检测报告出来了，去把工头叫进来。你看看这个5层东侧的承重柱钢筋膛拉强度根本达不到标准。哎呀，顾总，我当是什么大事呢？这地方是之前周明远管着的时候，材料商直接送进来的，当时大家都看着呢。周晓说差不多得了，反正外面水泥一糊，谁也看不出来。这是之前留下的老问题了。拆！顾总，您疯了吧？这可不是砌错了几块砖，这承重柱连着上面的楼板，这一拆，小半个楼面都要砸掉重建。这要是拆了重新浇筑，光是材料钱、人工、窝工费，还有返工的机械费，这损失得有多大？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损失算我的。您有钱赔，我们可折腾不起，耽误了工期。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只要有我在，我的项目就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今天不拆，要是以后楼塌了压死了人，这命算你的还是算我的？砸！按顾总的意思，全部砸掉重建。乔见没？那不是前阵子天天来闹腾的周老太太吗？可不是她嘛，穿得跟个老佛爷似的。现在儿子进去了，男人躺在医院里，周家算是彻底塌了。周太太，现在工地复工了，里面到处都在吊装，危险得很。你要是想进去看看，我帮您跟顾总打个招呼。不了，我不懂这些建筑上的事，进去了也只是瞎捣乱，看看我进去添乱了。哟，快瞧瞧，这就是那个帮着周明远设局的苏雨汤吧？真是不知羞耻！就是他，为了攀高枝，连自己都作践。听说这次把周明远送进去，他自己也明扫地，申城现在根本没人敢娶她。这种女人，谁娶回家谁倒霉，一辈子抬不起头来。给我一张去外省最便宜的车票，随便哪儿都行，只要离开申城。袜子1块1双，塑料盆3块1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听说这地摊西施以前是申城大城市来的，长得挺俊，怎么嫁了这么个摆地摊的粗汉子？谁知道呢？指不定是在大城市犯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混不下去了，才跑我们这小地方来的。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把盆子码好，白吃干饭的货！丫头，老师，您怎么亲自爬上来了？这岭头风大，给你看个好东西。怎么这么大个喜事，不高兴？高兴，老师，我当然高兴。丫头，看着你现在这样，老师心里踏实了。当初是老师糊涂，当初我不该逼着你相亲，非要催着你跟周家结婚。错误的婚姻只会成为套在你脖子上的枷锁，束缚了你的满身才华。老师，都过去了。瞧瞧，这玉兰酒店重新开业后，这人流就没断过，真成了咱们申城的新招牌了。能不红火吗？这可是顾总亲自挑大梁盖的楼。不过我听说周家现在可惨了，大权全被收走了。真的假的？那周家现在靠什么过活？还能靠什么？就靠着顾总按合同给的那点分红还债呢。
周建安出院之后，那身体就垮了，病恹恹的。周老太太现在天天陪着他，窝在郊区的那片老房子里，连老宅都抵出去了。别挤了，我大半夜就来排队了。怎么一期的房子说没就没了？就是啊，我跟媳妇儿下个月结婚，就指着顾总设计的新房结婚呢。下一批到底什么时候开盘？顾总，第一批房子已经全部卖空了，登记的名额已经排到了几百号之外，那就加快第二期，让工地上加派人手，质量必须死盯着。好多新婚夫妻都来排队，眼巴巴的等着下一批房源呢。好，我这就去通知工头。还有云树那边的婚纱也彻底卖爆了，今天一上午店里的电话都快被打占死了，不少新娘点名要穿你的同款翡翠婚纱。你这丫头算盘打得真够响的，连自己的婚礼和婚纱都能变成你商业版目里的一环，你把所有都算进去了。就是不知道休息一下，天天泡在工地和公司，铁打的人也扛不住。老师，时代在飞速发展，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不能错过，我要快一点，再快一点。顾总，这次真的太感谢您了，要不是云商出力这个高额的创业奖学金，咱们这届学生的社民社会哪有机会直接跟市场对接？院长客气了，实干型的人才不能只关在教室里画图纸。顾总，您看这几幅作品，他们大多跳出了西式白纱的固有框架，把马面裙和旗袍的元素融进去了，想法很新颖。顾总，我能问您个问题吗？您那件轰动全深城的翡翠高定婚纱，云厂以后会复刻售卖吗？现在好多有钱人都在私下打听。那件婚纱是我的个人纪念藏品，永不量产。可是顾总，高端定制才最赚钱啊！咱们大赛的优胜作品，云庄也打算走高端路线吗？不，大赛的所有优胜作品都将由云庄批量投产，主打亲民定价。我当年在高考完的暑假，只是在街边摆摊做衣服挣学费。设计不是专门给豪门显贵撑面子的工具，设计的核心是服务每一个普通人。顾总说得好啊，实训课堂的事儿，您看是不是能定下来？我们太需要您这样的实干家来常驻授课了。授课的事没问题。另外，这次大赛的优胜者将直接获得全国服饰行业联名展的参展名额，云庄会作为申城代表带他们一起去。还有，帮我拟定一份长期计划，我要扶持那些缺资源的女性独立设计师，给他们提供厂房和渠道。走吧。顾总，虽然咱们酒店现在客房入住率很稳定，但是外地游客的复购率明显偏低，大家都反映酒店现在缺少深城本地的特色业态。顾总，文旅部门的意思是想把玉兰酒店打造成深城的新一代城市地标，我们可以拨付专项资金，但怎么改你们得拿出办法。如果要改，是不是把客房的装修再做得奢华一点？奢华不能代表深城。一楼全部打通，设立老深城民俗展厅，用来陈列老式布料、民国建筑图纸。顶楼观景天台度建小型云庄礼服展示区。我要把建筑和服装两个产业的流量彻底打通。顾总，全楼这么大份级的施工，客房的生意怎么办？这会严重影响正常营业的。施工采取分区域错机翻新的方式，一楼动工时，游客由侧门直接引流至客房，噪音大的工序全部放在白天客房空时时间段。后厨的菜单也得同步调，把老把帮菜和新式的创意菜结合，既要留住深城的老食客，也要让年轻游客吃得惯。明白了，那我立刻让人面向全城征集老物件，充实一楼的展厅。玉兰酒店以后不再只是一栋冰冷的只顾着赚钱的商业楼宇，我要让它成为承载深城记忆的文化窗口。顾总，现在的开发商建楼完全忽略了独居老人的出行和就医需求。顾姑娘，你看看这台阶，我们这老胳膊老腿的，下雨天根本不敢下楼。就是啊，小区里连个量血压的地方都没有，每次去市医院看病，光是倒公交车就得倒3趟，太折腾了。立刻修改住宅项目2期的设计图纸，所有的楼栋必须加装无障碍电梯，铺设无障碍坡道。伊犁楼的所有黄金商铺全部取消，改建为普惠型的社区理疗室。另外，在小区大门口规划出直达公立医院的专属班车停靠点。顾总，这绝对不行啊！一楼的商铺如果全部取消，咱们项目的商铺盈利面积会缩水至少1/3，投资人那边肯定会抗议的。我盖这栋房子，是为了给新婚夫妻和养老老人一个安稳的家，而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人的贪婪。把社区定期免费义诊的规划也加上去，去跟本地的中医院谈长期合作。这套康养优化标准，直接作为2期住宅的强制施工规范。谁要是敢在施工图纸上擅自消减一个字，立刻给我卷铺盖滚蛋！哎，你听说了吗？深城那边盖起了高楼，连外国人都抢着去住。听说了，电视上天天播，说是玉兰酒店还得了个全国建筑金奖呢。设计那大楼的女老板，现在可成了深城数1数2的大人物。要死啊！洗个盘子都毛手毛脚的，不想干就给我滚！后面排着队等干活的人多的是。对不起，老板，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马上洗干净，马上洗。
哟，你也在看着顾总啊？真是同人不同命，人家在申城动动手指就是几百万的买卖，咱们在这洗碗打杂，一个月连几块钱都挣不着。哎，我听以前在申城码头干活的同乡说，这个顾总以前差点结婚，结果婚礼那天有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想抢他婚纱，还偷了人家的翡翠，最后被顾总当场揭穿。那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对，好像叫苏雨堂。哎，我记得你身份证上的名字好像就叫苏雨堂吧？你胡说什么？同名同姓的人多了去了，我累了要睡觉。哼，心虚什么？要真是你，那可真是恶有恶报。大家以后还是离你远点，免得哪天连裤兜里的零钱都被人给顺走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当初要是没有去抢那件婚纱，要是我没有跟着周明远……顾总，内部审计已经全部核对完毕了，这是周明远掌权期期酒店后台的所有采购单据。顾总，您看这几家固定的食材和建材供应商，在周明远管理期间，他们的采购价格高出市场均价整整30%。这部分多出来的资金，全被周家的几个旧亲信通过私下分成的渠道，直接掏空了酒店的现金流。顾总，证据链虽然完整，但如果要提起民事诉讼追回这笔损失，整个司法程序走下来，周期会非常漫长。这期间不仅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还会影响酒店现在的正常运营。漫长的诉讼我们等得起，但那几家吃里扒外的供应商等不起。你一份限期整改通知书，限他们半个月内把吃进去的非法得得全部吐出来，告诉他们逾期1分钱没到账，法务部立刻起诉，送他们去和周明远做判。从今天起，玉兰酒店上线全新的计算机统一采购比价系统，所有物资的采购、报价、审核全程留痕，任何人不得私下勾兑。另外，酒店设立匿名举报信箱和专项监督奖金。我在这里定一条铁律：玉兰酒店不需要任何裙带关系，禁止任何利益输送。往后的晋升只看工作能力，不看出身和背景。顾总这是动真格的了，以前那些关系都天吃拿卡要，咱们累死累活1分钱拿不到，看这架势，那些蛀虫这回全得完蛋。新监管体系落地后的第1个月，酒店的采购成本已经直接下降了整整20%。这笔结余出来的资金，董事会已经决定全部用于上调保洁、后厨等底层员工的基本薪资和绩效奖金。很多设计师在画图纸的时候，只追求线条的宏伟和视觉的冲击。但如果你们连钢筋的抗拉强度、混凝土的配比这些最基础的安全数据都去糊弄，那你们建出来的就不是地标，而是随时会要人命的墓碑。顾老师，现在行业内普遍都在追捧那些高端奢华的豪宅项目，因为那些才能体现设计师的艺术价值和身价。您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精力，执意去盖那些平价的刚需民生住宅呢？因为建筑是为了人而生的，那些工薪阶层，那些一辈子为了买房而奔波的普通百姓，才是这座城市的主体。一个真正优秀的设计师，他的才华不应该只为资本豪门显贵服务，而是应该去体恤那些在风雨中奔波的普通人。顾老师，您的工作室今年还招实习生吗？我们能不能去跟您学设计？工作室的实习通道长期有一个标准，我们的选拔只看你们的设计能力和实干精神，不问家境，也有真本事，我的团队随时欢迎你们。丫头，今天听了你的课，老师这心里真是不服老都不行了。你如今坐拥名利，却还能如此体恤底层，不忘初心，这份格局是那些只顾着往自己兜底里搂钱的从业者们一辈子也难以企及的。老师，您又打趣我了。这个时代在飞速前进，我们既然幸运地站上了潮头，就不能停下脚步。大娘，您都在这站了大半天了，我都跟您说了，顾总今天会议排满了，没有预约您是进不去的。姑娘，我不进去给他添乱，我就是想把这些东西留给他，求你帮我转交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我把老宅最后那点首饰变卖了凑的钱，是赔当年翡翠的款子，拜托了姑娘。还有这封信。顾总，这是刚才在大门口守了半天的周老太太留下的，她说是赔当年那件婚纱上的翡翠钱。之夏，当初是我瞎了眼，轻视你的出身，我纵容苏雨堂抢你的婚纱，溺爱明远，才酿成了今天的大祸。周家的衰败是我眼界狭隘一手造成的，我不求你原谅，只求把当年那21颗翡翠的钱还清，让我良心少受点折磨。顾总，这钱我们收吗？把钱原路退回去。退回去？那当年的债，当年苏雨堂把翡翠退回来的时候，账就已经清了。现在这笔钱我没理由收。你去查一下周建安现在的医药费是不是很吃力。
我打听过了，周建安现在常年瘫在床上，吃药花销很大，周家几乎入不敷出了。去告诉周太太，玉兰酒店后勤部现在缺几个保洁，她要是愿意去，酒店按楼付周，但是不接受无偿施舍。明白了，顾总，您这算是在公事上给了他一条路。过往的恩怨我已经不想再提，我只是不想跟周家有任何不清不楚的金钱往来。公是公，私是私。顾总，我们厂里有上千名年轻姑娘，今年大半都要办婚事，可是现在的婚纱动辄要上千块，谁买得起？大家只能去街边租那些发黄发旧的旧款，穿着也别扭。姑娘们，这些衣服今天免费试穿，不收1分钱。顾总，这衣服看着这么白，万一我弄脏了，我1个月工资都赔不起啊！放心试穿，顾总特意交代了，脏了算我们云章的。天哪，小芳，你也太漂亮了吧！顾总，我以前一直觉得全新婚纱是那些大老板有钱人才配穿的，我们这些打工的穿了就是丢人现眼。云商的衣服就是为了让每一个普通姑娘在最重要的一天体面出嫁。推出厂区团购方案，只要满10人，上门量制设计，绝不额外收量尺费。顾总，那咱们以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模式拓展到周边的工厂和乡镇去巡回站销？对，就这么办。云庄不做高高在上的花架子。顾总，这图纸我们不接受，西侧的商铺建得那么高，直接把我们低层楼段的采光给挡完了。就是，还有地下车位，配比根本不够，以后大家买车了停哪儿？是不是逼着我们把车停马路上被罚款？李工，把设计图拿出来。顾总，如果削减商铺层高，咱们商业这块的面积就要缩水近1/3。按我说的改，西侧商铺4层缩减到2层，确保西侧所有住宅楼的1楼采光达标。这成本改是改了，回头是不是又要变相涨我们的房价？天底下哪有不吃肉的狼？我今天公开承诺，2期售价维持原合同价格，改造带来的工作室和鉴赏自行承担，不转嫁给购房者1分钱。顾总，您这才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良心开发商啊！把宠物区和垃圾分类站的选址按业主提的意见重新修正，图纸改完，2期立刻按西标准施工。这是我们2大板块的年末汇总数据。顾总，今年云商国风大赛、厂区展销，还有美院的校企合作全部落地。我们在周边5座城市新增了30个合作网点，整体营收比去年翻了2倍。不仅如此，玉兰酒店的文旅改造项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加入了民俗展厅和礼服展示区，我们线上客房的预订量从上个月开始就一直呈现暴涨趋势。明年的客房已经预订出去大半了。顾总，还有个好消息，我们的民生住宅1期已经全部交付完毕，收房满意度是100%，做到了0投诉。目前2期预售也是刚开盘就全盘售空了。2期的工程进度要盯紧，不能因为卖得好就放松质量。您放心，每天都有专人驻场检测。另外，关于来年的规划，我们已经看中了临市的一块民生住宅地块，打算把我们这一套完整的复制过去。云商明年准备继续下沉，让更多普通人能买到平价的小礼服。周家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吗？周家现在全指望着玉兰酒店那点微薄的分红在支撑。周家每天的医药费开销极大，周老太太把能卖的都卖了，他们现在连基本的商业运转都维持不了，早就彻底丧失了涉足商业的资本，根本不可能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随他们去吧，做好我们自己的项目。散会。老师，之夏呀，全国民生建筑峰会的邀请函应该送到你桌上了吧？这次峰会，主委会点名要你去台上分享一下你的创业经历，你可不能推脱啊！老师，我一定去。好，当初你受了那么多委屈，如今总算是凭自己站上了最高处。老师，过往的恩怨我已经放下了。对于我来说，以设计立身，以民生为本，这才是要深耕一辈子的长远事业。这是监狱寄来的探视申请通知刀，是服刑人员周明远提交的，指明要送达给顾之夏女士，请务必转交。好的，辛苦了。顾总，这周明远简直是厚颜无耻，他在里面申请要见您，说是要跟您见面忏悔。他写了什么？送信的投递员说，周明远在里面表现得一点都不服管教，天天跟狱警抱怨，说自己落到今天这个地化全是被您给害的。他说他在里面受尽了委屈，要见您面谈，这哪里是忏悔，分明就是想把责任全推到您身上。不用理会，你替我走个流程，直接回复拒绝探视。顾总，真的不去见他一面吗？他在信里求了好多遍，要是拒绝了，他会不会继续闹事？见面没有任何意义。
除了打乱我手头的工作节奏，没有任何好处。是非对错早就有法律公诉了。当年的婚礼偷窃案、强迫妇女案，桩桩件件证据确凿，法院判他10年是罪有应得。你写个书面回复给狱方，就写我与周明远双方无任何婚约与合作绑定关系，过往所有纠葛已经全部了结，不予探视。好，我这就去办，把这封信归档封存，让他以后连想都别想。顾总，这个民俗展馆建得太有意义了。你看看，今天来了这么多市民，大家都把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了。顾总，这是我外祖母当年出嫁时穿的苏绣旧婚服，虽然有些年头了，但保存得很好。我今天无偿捐赠给你们展厅，希望能让更多人看到咱们深城的手艺。谢谢您的信任，我们会把这件婚服放在展厅最核心的位置，并标明您的捐赠信息。看着这些老物件，就跟看到了咱们深城这几10年的变迁一样。顾总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顾总，玉兰酒店目前是深城最赚钱的文旅地标，您投入这么多资金打造这个完全免费的展厅，却不进行任何商业变现，不觉得有些亏本吗？很多同行都说您是在作秀。我的财富来源于深城的老百姓，云商和地产项目能有今天，全靠大家的支持。把赚来的钱反哺给本土文化，这是一个企业该有的担当。建筑和服装都是时代的印记，它们不应该只沦为赚钱的工具，而应该作为城市的文化被永远留存展示。顾总，今晚的开幕宴里，我们局里想跟你们敲定一个长期的城市文化合作协议。明年我们联合举办本土国风礼服大展，把玉兰酒店的文旅价值持续放大，你看怎么样？能为深城出一份力，云山和玉兰酒店义不容辞。顾总，这块地皮的土质硬度完全达标，周边的交通数据我们也拿到了。南侧距离最近的公立医院只有2公里，西侧规划了个小学的接送点，配套基础数据非常好。顾总，吸取了当年深城玉兰酒店周明远中途偷工减料的教训，我们这次专门制定了3重质检规范。地基这块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顾总，话是这么说，但今天早上本地有几个小型的施工队托关系找到了我，他们背后都是本地有些脸面的人物，希望能在咱们这项目里分包点土方和建材工程。走关系？玉兰酒店当年的承重柱是怎么塌的？你忘了？那些本地施工队的开价确实比大公司便宜，如果我们用他们，项目初期的预算能省下不少，利润空间。我做这个项目不是为了压缩用料成本去榨取利润。通知下去，所有进场的建材必须进行3次不同机构的抽样检测，地基承重结构的每道工序必须有监理现场签字确认，谁签字谁负责。全部分包工程公开统一招标，杜绝任何形式的人情后门。我们要在这里完整复刻深城住宅的全龄康港配套标准。这里规划普惠幼儿园，这里建社区理疗站，大门口必须设立去往医院的便民班车停靠点。通知团队，今晚连夜修改地块整体布局图纸，不管怎么改，优先保障刚需住户的居住体验。顾总，真没想到，开展前我还担心这国风款式受众太窄，会影响我们商场中庭的客流，没想到这开展第1天就挤满了人。顾总，今天的线上预约已经全部排满了，后面的订单甚至排到了半个月之后。你看这针脚多细密，以前市面上那些西式婚纱动辄上千，我们根本买不起。云芒这套亲民款不仅好看，价格还不到人家的1/3。顾总，我是本地最大的婚庆公司，我想跟您谈谈长期合作。我们打算批量采购云庄的礼服，用于婚礼租赁。您在价格上能不能？批量采购可以，但我有个要求。您说，针对你们这种租赁商家，云庄可以给出渠道折扣，但你们对新人的租赁价格必须接受我们的最高限价。我做平价婚纱是为了让普通姑娘穿得起，而不是为了让中间商暴利抽水。行，顾总爽快，听您的。把我们针对小型婚庆商家的新品扶持计划公布出去，让所有人知道，云章的国风礼服是为了每一个普通人的婚礼而生。顾总，今天我来是受了周老太太嘱托。周建安前天晚上突发重症，现在已经送进重症监护室了。那每天的费用真的是个无底洞。志夏，我求求你，你就当救人一命，能不能提前把我们周家那1整年的酒店分红预支给我们？要是分红不能预支，我们参与到酒店的管理里干活抵债还不行吗？白纸黑字，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酒店的分红是按季度结算。至于酒店的管理权，全权归我所有，周家人绝不能插手半分，无法临时更改。
顾总，周建安毕竟也是，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这笔钱是我私人拿出来的救助金，作为当年的相识，我出于人道主义资助周建安治病，但这笔钱跟酒店的任何分红和管理合同没有任何关系。之夏，你这钱不需要你们还，但酒店的合作规则1分1毫都不能破。送客。顾总，既然您愿意帮他们，为什么不直接给他们分红，反而要多此一举用自己的钱？同情归同情，但商业底线不能退让。一旦因为同情给周家破了例，酒店的财务审计和管理规程就会形同虚设，后续会有无数漏洞。各位同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申城玉兰酒店的总设计师、平价全龄康养住宅项目的投资人顾之夏女士，来为我们做主题演讲。感谢会长的邀请。今天我站在这里，不跟大家讲那些晦涩的学术理论，我想谈谈我们建筑师在设计图纸时到底在为谁服务。这个顾之夏最近在深行出尽了风头，听说他把大把利润都砸在老年人配套设施上，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哗众取宠罢了，商人不赚钱的还叫商人吗？前段时间我接手了玉兰酒店的烂摊子，在复工的第一天，我让工人们用封稿把我亲手设计但被前管理层偷工减料5层承重柱全部砸掉重建。当时有人笑我傻，说水泥一糊谁也看不出来，砸掉要损失几十万。但我今天要在全国同行面前说，建筑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当下的行业大家都在追逐高端豪宅，为了追求大额利润，甚至不惜压缩材料成本，减省配套设施。但我想问，那些拼搏了一辈子的工薪阶层，他们的安居需求谁来满足？顾总说的轻巧，立体车况、老年理疗站、便民班车，这些全加上去，开发商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了一大半。要是大家都像你这么做，我们拿什么给投资人交代？如果一个企业需要靠克扣材料剥夺居住便利来向投资人交代，那这个企业根本不配存在于这个时代。房子不是商品，它是普通百姓遮风挡雨、安身立命的港湾。丫头，你今天这番话算是彻底给这帮逐利的人敲响了警钟。老师今天这脸上面真是光彩夺目啊！顾总，您的全龄康港图纸我们能引进合作吗？只要是为了刚需百姓建房，云商和我的工作随时欢迎合作。苏雨堂，你这高烧都退不下去，成天在这咳，客人都在投诉了。今天去医院看过了没有？老板娘，我没事，吃了退烧药了。今天店里的碗我一定洗完。行了，别硬撑了。大夫说你是轻度肺炎，这医药费可不是小数目。这是预支给你的下个月工资，拿去把针打了。谢谢老板娘，谢谢您。不过苏雨堂，我也是今天听申城来的货运司机说，才知道你以前在申城闹出过那么大的动静。听说你当年抢人家顾总的婚纱，还偷人家的翡翠，帮着那个周少去算计人。要真有这事儿，你今天落到连医药费都付不起的地步，也算是你贪心虚荣、自作自受了。苏雨堂，吃点吧，你这病拖下去要出人命的。哎，我跟你说认真的，你既然跟那个申城的顾总以前认识，他现在那么有钱，连报纸上都是他的消息，你为什么不回申城去找他？哪怕给他磕头认个错，求个保洁或者扫厕所的工作，也比在这南方小城等死强啊！我不回去，我死也不回去！你不懂，我偷翡翠的事，我帮周明远害人的事，全省城的人都知道了。我现在回去，所有人都会指着我的脊梁骨骂我是小偷，是坏胚。我在那里根本连一个能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当初如果我不去介于顾之夏的未婚夫，如果不听那个死老太婆的话，我本来也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的。玉兰酒店不仅在商业运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更难能可贵的是，顾总跳出了单纯的商人思维，把老申城的民俗文化、国风礼服完好的传承保留了下来。这个年度城市文化地标奖，顾总实至名归。顾总拿到这个奖后，玉兰酒店未来的商业规划是什么？玉兰酒店每年会拿出净利润的5%，设立本土文化扶持基金，用来资助那些有才华但缺少资金的民间手艺人和青年创作者。5%的利润，
顾总，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您这样做真的不怕董事会和股东抗吗？玉兰酒店的决策权全在我手里，股东只保留分红权，而财策本就来源于这个城市的百姓，反哺城市，企业才能长久稳定的发展。顾总，明年的年度国风礼服联展，我们这边定下了，以后每年云商的新品发布会就在你们酒店顶楼天台办。多谢支持。顾总，这是我们地产板块的年终报告。目前深城的一期民生社区已经步入正轨，临市的新地块已经完成地质勘测，正准备按照我们的全零康岗标准公开招标。云商这边周边6城的门店和乡镇代销点已经全部对接完毕，同时我们和美院合作的校企实训基地也正式挂牌，做得很好。这下丫头，从我收你当徒弟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安分守己的。如今看着你，老师是真高兴当初我们所有人对你的预期。你如今跳出了那些婚恋恩怨的智慧，凭自己撑起这2大产业，这才是真正的自我价值。老师，若没有您当年的教导，我也不会有今天。周家那边刚传来的消息，顾总，周建安今天出院了，周老太太已经带着他搬去了郊区，周明远的案子也已经定了。至于苏雨堂，现在在外地打工，以后他们的事不用再跟我汇报了。明白，以后我们的项目才是最重要的。设计不只是盖一栋房子。顾总，临市的新项目团队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您过去。走吧。